欢迎收听茶学笔记。大家年过50之后啊，是不是就会觉得容易腰酸背痛，然后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卡卡的，蹲下去再站起来也没以前那么顺，就是感觉身体好像开始松掉，没那么稳了。老师，我们这种变化是不是代表可能骨质疏松啦？这个其实要分开来看哦。像你刚刚说膝盖卡卡，通常比较像是关节退化。至于骨质疏松 osteoporosis，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在流失的过程中，你往往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医学上常把它叫做沉默的疾病。哇，完全没感觉，这听起来太可怕了吧？对，可是如果开始出现明显的腰酸背痛，甚至连久站或者是弯腰都变得小心翼翼，这时候就要提高警觉了，因为这可能代表你的骨质密度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已经明显下降了。当骨头撑不住体重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压迫性骨折。等一下，连没有跌倒都会被自己的体重压到骨折吗？难怪长辈们一碰到固骨本的话题就特别紧张哎。像我们 LINE 群组最常传的一句警告就是说，少喝茶啦，那个茶会把钙质洗掉，喝久了骨头会松掉哦。老师，喝茶真的会让我们骨本流失吗？其实 LINE 常传的这些讯息真的吓坏不少人。不过呢，科学界最新的大数据研究显示，结果和大家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把喝茶直接扣上骨本流失的这顶帽子，是一个流传很久的迷思。真正要小心的，反而是因为害怕而用了错误的保养方式，最后把骨头该顾的重点都顾错了。真的吗？可是大家都说茶里面的咖啡因就是会把身体里的钙质带走，然后吃掉我们的骨本呢。那我们直接让数据说话好了。在2025年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营养学前沿 Frontiers in Nutrition》的一项大型统合分析中，研究团队整理了14项研究，总共涵盖超过56万名参与者。哇，56万人，这数据量蛮大的诶。没错，整体结果发现，喝茶与较低的骨质疏松风险有关，风险大约低了25%。这份资料非常有分量哦，它不只有国外像英国 UK Biobank 的大型报告，更纳入了一篇由台大医院体系与台北医学大学团队共同完成的台湾研究。哦，连台湾的数据都有。对，这篇研究结合台湾健保资料库，追踪了42000多名45岁到74岁的台湾民众，结果也看到相似的趋势，也就是说，有喝茶习惯的人，骨质疏松风险同样比较低。等一下，老师，也就是说，从整体大数据来看，有喝茶习惯的人，骨质疏松的风险大约低了25%，而且连台湾中高龄的研究也看到类似的保护力，所以不止没有流失骨本，反而还顾了骨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这样讲好了，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栋老屋，而我们的骨骼就是支撑这栋房子的梁柱。梁柱里面是由水泥和钢筋组成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钙和磷等矿物质，这就是我们的骨本。懂了，所以骨质密度高，就像是盖房子的时候那个灌浆灌得非常密实，钢筋也绑得够密，整个结构非常扎实，对吧？完全正确。不过在我们身体里面，每天都有2个工班在工作，一个叫做破骨细胞 osteoclast，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拆除班，专门负责打掉老旧有裂痕的水泥；另一个叫做成骨细胞 osteoblast， 这是补强班，负责把新的水泥和钢筋补回去。就是一边拆一边补嘛，听起来很合理啊。那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老屋的梁柱内部会慢慢变空，然后承重力下降，变成我们说的骨质疏松呢？这就要提到这2个工班的监工，也就是雌激素 estrogen 了。当我们步入中年，特别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监工就准备退休了。等一下，老师，雌激素这不是女生才有的吗？那男生的老屋就不归雌激素管咯？这正是很多人的迷思。其实男生的骨骼里同样需要靠少量的雌激素来当监工，只是男生的监工不会像女性更年期那样突然集体退休，而是随着年纪慢慢减少。但不论男女，只要监工不在了，工地就打乱。拆除班开始疯狂赶工乱敲，反而补强班却在那边偷懒，梁柱里面的骨本当然就越来越少了。
哇，那喝茶难道就能够帮忙管教这群公班吗？可是茶有绿茶、红茶、乌龙茶那么多种，喝哪一种才对老屋维修最有效啊？好问题。刚才提到那篇56万人的大数据研究，其实看的是整体的喝茶习惯。科学家没有直接分出哪一种茶最好。这份报告主要告诉我们的是，整体来说，有喝茶习惯的人，骨质疏松的风险是比较低的。原来如此，大数据是负责证实喝茶整体的保护力。那科学家有针对特定的茶进一步厘清它到底是透过什么机制在保护老屋的吗？有的。其实早在这种大数据出炉之前，科学界就已经深入拆解特定茶类的运作机制了。像是2017年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药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的一项普洱茶动物实验，就把这个维修工程讲得非常清楚。普洱茶的动物实验具体是发现了什么？研究发现，这个普洱茶萃取物（英文简称 PTE） 能直接安抚拆除斑，抑制破骨细胞的活动，让它们不要拆得那么凶，把骨本都敲掉。哇，先把暴走的拆除斑安抚好。那第二个角色呢？第二，研究发现普洱茶能帮忙留住监工，也就是雌激素仅存的人手，同时看紧水泥钢筋这些建材，避免随便流失。至于大家担心的咖啡因，其实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丰富的氧化茶多酚 （Oxidized Tea Polyphenols，OGP）。这类成分反而能适度抑制咖啡因的吸收，减少对骨本的冲击。哇，那我懂了。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算我们每天喝很多牛奶狂补钙，就等于是一直送水泥进工地。可是如果监工提早退休了，又放任拆除班乱敲，其实房子还是会盖不稳嘛。所以喝茶就是帮忙稳定这个工地环境，算是一种很好的日常辅助咯。没错没错，不过我们也要客观的说了，钙质和维生素 D 依然是最基础的建材。喝茶当然不能取代补钙，但它确实是一个很棒的神队友，在帮忙维持工地的秩序。原来如此。那讲到牛奶跟钙质，老师，我还有一个很常听到的问题，就是有人说茶里面的草酸啊、单宁酸会跟牛奶或食物里的钙结合，不只让钙白补了，还会变成肾结石，听起来超可怕的哎。这就是最典型的迷思，很多人错把人体当成了一只简单的化学试管。在试管里，茶叶里的草酸 oxalic acid 遇到钙质，确实会立刻结成块状物。但我们人的肠胃道是一套非常精密的过滤系统。难道在肚子里结块反而就不可怕吗？当然不可怕。我们直接看研究。根据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营养学》（Nutrients） 的数据显示，虽然草酸会跟钙结合，但这种反应主要发生在肠道。这代表草酸钙会当成一般的废弃物，直接随粪便排出体外。它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入血液，更没有机会跑到肾脏去变成结石。甚至有研究指出，适量的钙质反而能帮忙抓取食物中的草酸，降低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结块了反而会被排掉。等一下，那我们加进鲜奶茶里的钙质，不就跟着变成垃圾排掉？真的白补了吗？其实这又是另一个迷思哦。虽然茶叶里的单宁酸 （tannic acid） 会影响一小部分钙质的吸收，但影响的比例非常低。这就像是老屋的维修工程，你搬运建材的过程中不小心漏掉了几包水泥，只要你原本准备的水泥够多，那一丁点的损耗根本不影响整个工程进度了。原来如此，大数据证实了喝茶整体能护骨，而深入研究又帮我们拆解了普洱茶固建材安抚拆除斑的机制。那具体来说，这对爱喝鲜奶茶或餐后喝茶的人来说，有没有什么具体又实用的建议，才能达到保养效果呢？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减少的那一点钙质吸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喝茶和吃正餐或喝牛奶的时间稍微隔开半小时左右。另外，茶是辅助保养，不能取代医疗哦。但对于45岁以上想要预防骨松、留住骨本的族群，根据刚才提到的大数据研究，科学家发现每周喝茶超过4次的人，保护效果会更加显著。每周超过4次，那我每天把手摇饮换成一杯普洱茶，是不是就很刚好？非常聪明的做法。
你可以把每天一杯含糖手摇饮慢慢换成一杯无糖茶，重点不是猛灌，而是规律饮用，长期维持。不仅能摄取到茶多酚，让你的梁柱维修工程每天都能顺利运作，这对45岁以后的身体保养非常有帮助。太棒了！这集一定要转发给身边45岁以上的朋友，告诉大家，不管绿茶、红茶还是普洱茶，喝茶不仅不会流失股本，只要喝对了，还能帮你顾好老屋梁柱。我们茶学笔记，下次见。穿透书籍迷雾，品味健康深度，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用科学书谱转入间的研究，让茶学必经为你导读，与我一起科学饮茶，温暖你的心。